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猪爸爸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我们这次冈山大阪行最后3天住在大阪的住宿。那我们住的是叫做住一的，算是民宿型的饭店。然后我们住的是黑门店的1103号房。那它在黑门市场附近而已，离黑门市场很近。我们刚刚才去黑门市场买了一些东西回来住，这样。那这边要进来要注意的是说，它这个密码锁不是说你密码输入之后就可以打开。我们一开始输入之后呢，想打开开不了，是要输入完之后把它打开，会有一把钥匙，然后钥匙呢把它插进去之后，好，打开进来，好，进来就是有一个小玄关，那小玄关这边呢就是你可以脱鞋子的地方，右手边这边会有个鞋柜，然后鞋柜打开呢，它有放雨伞的空间，你看下面有个沥水的架子。然后左边这边可以放大概5双的鞋子，那我们鞋子已经放在里面了。然后它有附室内拖，大概附4双。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住的是4人房，然后他们的话基本上没有双人房，最少好像都只有3到4人房这样。所以我们就订了4人的。那住3晚的话是8000台币左右，一晚大概2600、2700这样。然后左手边这边进来之后会有一个洗衣机。然后上面有附洗衣粉，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旧的衣服丢进去洗了，然后它只有洗跟脱而已。那烘的部分的话，等一下浴室会介绍到。那这边右手边打开进来，第一间就是一般的厕所，那就是一般的免治马桶，它该有的备品都有，就这样。好，第2间，再来右手边这个第2间打开进来。还有一个洗手台，洗手台进来这边会有个小浴缸，可以让你泡澡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你洗完衣服之后呢，就有个杆子把它从里面移出来，就跟我之前在大阪去年可以看之前的影片，有一间那个艾斯利的也是一样，衣服洗好之后脱完水把它吊在这边，吊完之后把门关起来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。这边会有一个干燥的选项，按下去呢，它就可以帮你做干衣的动作。还画一个衣服，对，干燥衣服这一个就是干衣，就等于是有浴室帮你烘衣的感觉这样。另外它有附什么洗发精、润发乳跟沐浴乳都有。然后外面这个是洗手乳跟应该跟洗脸是混合的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出来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的话就是它好像可以设定你汤的温度，但这个我不太会用，这个会用的人告诉我怎么使用。之前我们用过一次，然后忽然就没有热水了，所以我就不敢用了。在左边这边呢，就是一个小厨房，它有抽油烟机，有连一个双口的瓦斯炉。这次的是瓦斯炉，上次那一间是电磁炉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刚刚买的食材。然后盘子在上方，打开。锅子也在那里。对，锅子也在这边。然后下方的话，好像只有刀子吧？有一只刀子。刀子。然后垃圾桶是在冰箱旁边，不是在里面。对，在这里，跟我们之前东京那个住的不太一样。然后有煮热水的快煮壶，跟微波炉，还有个双门的冰箱。你看里面有很多食材，这是我们刚刚去买的一些食材。我们买了一些和牛、豆腐，等一下来煮火锅。然后还有一些酒跟甜点。大家都付的做梦。然后下面是冷冻，冷冻也蛮大的，所以如果真的买一些需要冷冻的东西，也都并得下。介绍完公共区域，再来就是房间。房间的话，右手边进来，这边就是一整排的吊衣的地方。然后这个衣架应该是可以让你拿去浴室晒衣服的，所以它附了那么多字。对，反正就是你拿下来，在这边还是可以吊衣服这样。再来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可以让你放行李箱。你看这我们2个行李箱倒下来，应该是可以全开的一个小空间。好，再往左边这边有一个小沙发跟餐桌，然后它是一个高桌跟一个矮桌，然后有点乱，我们放了一些杂物。再来就是我们床的部分，床的话就像我说的，这边主要它最少都要3到4人，所以它就是一个4人房。那有2张床，4个枕头。对，然后备品的话，它各附了4条浴巾跟4条毛巾。对，这都是他摆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一台电视，然后是可以让4个人躺在床上是可以看。然后冷气在这边，但是冷气的位置有点尴尬，如果是冷气可能直接吹头有点痛，
它如果可以移过来一点会更好。夜景。然后再来就是外面阳台，外面阳台的话，不然我看得到有一个晒衣架，你衣服也可以直接晒在外面，也可以。房间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它床头的话，它附的这个插座还蛮多的，有 Type C 的、Type A 的跟一般的插座，然后左右各有一个。那这就是我们最后3天。你昨天那间有拍吗？昨天那间没有拍，昨天那间我们觉得，神户我们神户住的是一间也是连锁的，我们觉得那间没有很好，就没有拍的。然后另外有租一间也是连锁的，在基路的那间还行，对，但是就比较跟一般饭店类似，然后我也没有拍，所以我们主要都是拍就是家庭民宿型可以煮菜，然后空间比较大的饭店。好，那最后就是我们最后3天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2个人睡4个人的床，然后这个空间还蛮大的。像我们这样2个人，平均一晚2000多块，我觉得还行，跟一般饭店比起来也差不多。像我昨天住的那馆，一晚也是要2000多块，这个多个几百块而已，我觉得空间大很多，也方便很多。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